最近关于菲利斯塔的各种传闻持续发酵，有人说他被团队控制，有人说签证有问题，有人质疑他的家庭关系。粉丝和公众期待他能站出来说清楚一切，但他始终沉默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需要冷静分析，沉默未必等于回避，背后可能有很多理性的理由。下面从多个角度进行客观梳理与分析。一、法律与签证风险，一句话可能改变局面。跨国身份、签证、入境许可等都属于高度敏感的法律问题，任何不经律师审核的公开陈述，可能在行政或司法程序中被解读为证据，影响签证审批或后续申诉。若他正处于与出入境、居留或国籍相关的程序之中，领事、律师或顾问常会建议当事人暂不公开回应，以避免制造对自己不利的文字或影像记录。因此，沉默可能是专业法律建议下的防御性策略，而非逃避。二、合约与账号控制，发声权并非一定属于他。许多公众人物与运营方、MCN 或公司签订合同时，会将账号管理、内容发布甚至危机公关权交由团队或公司。出现纠纷时，当事人对账号本身或素材的控制能力可能被限制，无法登录、无法上传、无法开启评论。即使他个人想说明真相，也可能面临技术或法律上的阻碍。因此，他不说话，有可能并非自愿，而是被合约与账号控制所限制。三、保护家庭与孩子，优先考虑私域安全与心理健康。菲利斯塔是母亲，任何公开回应都可能把孩子及家人置于更大舆论漩涡中。公开讨论家庭细节、婚姻问题或签证纠纷，往往会被媒体放大，带来攻击性评论、骚扰甚至人身风险。很多父母在面临类似事件时，选择为孩子闭嘴，把隐私保护放在首位。沉默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是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与成长环境为优先的负责决定。四、公关与舆论陷阱，回应可能被断章取义或二次伤害。社交媒体时代，任何回应都有被剪辑、断章取义、恶意放大的风险。一次未经精心准备的发声，可能引来更猛烈的舆论攻击，甚至转化为法律或商业上的连锁反应。对于处在风波中的当事人，团队或律师常建议通过正式渠道、经律师审核的声明来回应，而不是及时在社媒上直接对话。这样做既能控制风险，也便于留存可佐证的记录。若当下无法保证回应不会被滥用或误读，沉默反而是一种减少伤害的策略。五、语言文化与信息差，表达可能导致更多误解。菲利斯塔并非以中文为母语，语言表达和文化背景会影响信息传达的精准性。一句在他文化或语境下无害的话，翻译后可能触发不同解读。此外，对中国法律、媒体生态的不熟悉，也可能让他一次随性回应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。因此，在缺乏专业翻译、法律顾问及危机公关团队支持下，谨慎发声是明智选择。六、心理与情绪层面，沉默可能是疗愈与自我保护。长期处于公众视野且遭遇争议，会对个人心理造成巨大压力与创伤反应。消沉、焦虑、抑郁或恐惧感，都会让人不愿意在面对镜头与成千上万的评论。沉默有时是个人恢复、整理思路、等待内心平稳的需要，而不是对公众不负责任。尊重当事人的心理修复周期，也是一种理性态度。七、策略性等待，在合适时机统一回应更有利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当事人及其顾问会选择积累证据、准备材料，等待法律或行政程序结束后再统一发声。这种策略可以避免信息被片段化，避免被媒体牵着走，也能在回应中使用可验证的文件或证据，使解释更具说服力。短期沉默可能换来长期清晰而有力的回应。八、平台与审查机制，技术性被限制的可能性。平台规则、账号被举报或被第三方控管，都会导致当事人无法正常运作账号。若平台因投诉、版权或其他原因限制评论、下架视频或冻结功能，当事人即便想回应，也可能因技术障碍而无法实现。我们不能排除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的可能。九、误导信息与代言人的存在，信息来源复杂。目前很多关于菲利斯塔的消息来自第三方、邻居、合作方、网友爆料等，这些信息各自带有立场或商业目的。若他直接回应这些未经核实的传言，可能无意中为某些错误信息背书或开启更多误会。因此，保持沉默并有可信渠道逐步澄清，反而更稳妥。综上所述，菲利斯塔不亲自回应传闻的背后，存在多种合理且客观的解释：法律风险、合约控制、对孩子和家庭的保护、语言与文化障碍、
心理修复需要、平台技术限制以及策略性等待等。把他的沉默简单归结为逃避或不负责任，既不公平也不成熟。对观众与粉丝而言，理性的态度是：一、尊重当事人隐私与保护需求，不要在未经证实的信息上二次传播；二、等待可信渠道与官方信息，理性求证而非盲从谣言；三、用理解与耐心替代指责，尤其当事人牵涉未成年人时；四、关注证据而非情绪，在法律或行政程序结束前，任何早期判断都可能是偏颇的。